叫你讓路，听不懂人话。穿过来连口饭都没吃上。听雨楼的規矩。好诗，这頓记楼裡的賬。看見沒？一首詩換一頓飯。你有詩嗎？雲州城的規矩，銀錢是銀錢，詩名也是銀錢。你有哪樣？背詩算不算？好詩能換飯，名詩能換前程。可惜你不像有前程的人。小二，麻煩你。柳公子新作，今日这桌记在楼里。随手写的，无名之人也敢往文士堂里坐？送出去，別擾諸位雅興。既然不服，以堂前春柳做依據，成了我替你付饭钱，不成自己出去。会做个屁！行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誰裁出？2月春風似剪刀。这是你做的？偶得。偶得？如此全篇浑然一体，你说偶得？啊！林公子，方才小店眼拙，面马上来，再切半斤酱肉。不是说我不像有前程？嗨，小老儿哪看得出来？林公子这诗一出，今日这桌记楼裡的賬。我先吃飯。林公子，我家明日春宴，大小姐最重诗格，二小姐最爱新奇。这首咏和春宴的题，公子若有膽，明日可往沈府一试。林兄，明日趙承安趙公子也会到。赵兄最厌无名之辈哗众取寵，这帖子拿着可不轻。背诗能活命，验过了。公子这帖子从何处得来？他就是听雨楼那位，看着不像能写出那句诗的人。一首诗便能进沈府，如今才子这么好做。帖子无误，大小姐请来的客。小的眼拙。昨日那首咏柳，沈福说是你写的，见的是哪处柳？听雨楼窗外的柳，雨刚停，我餓得眼前发黑，偏那枝柳還綠着，像春天沒把人全忘了。餓極時還能見春意，倒不像隨手拼湊。給林公子設一席，末席也要是客席，不可怠慢。姐姐，他就是寫那句詩的人。看着不像才子，倒像剛從雨裡撿回來的。二小姐眼力好，我昨日的確差點被雨撿走。有意思，比那些一碰就要吟半首酸詩的人強些。這位便是林兄，昨日一首詠柳，令人難忘。趙公子過譽。好便是好，雲州文會若連好詩都不認，那才叫笑話。不知林兄師從何人？家貧，讀過幾本舊書，談不上師承。往日可有詩稿流傳？沒有。昨日之前，可有人聽過這首詠柳？沒有。無師承，無舊稿，無見證，偏一出手便是絕句。林兄這才氣，倒真叫人不敢輕信。不如便以望春樓殘句為引，或續一句，
或另成一篇。这不是登鹳雀楼。林兄若真有才，也好让诸位再开演一次。若只是偶得一句，也不必勉强。你不是看得很认真吗？林兄，茶都凉了，续一句总不难吧？若昨日那首真是林公子所作，今日想来也不会怯场。残诗无人能学，正好是才。也罢，林兄出来，不如先听听诸位高见。遥看万重秋，秋色入目，倒也清远。独怜前代愁。近在四子山头，此句收住千里之目，正合题意。林兄觉得如何？你方才看得那么认真，不会真只是看热闹吧？二小姐想听真话？哼，废话。真话不大讨喜。这里讨喜的人够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林兄久不落笔，是觉得诸位续得不好，还是自己也无从下笔？前两句天地已開，日落山盡，河入海流。此时再寫萬重秋，只是把同一扇門推兩遍。第三句勢頭正起，要窮千里之目，心胸還在往外撲。忽然說回一人一愁，前頭撐開的天就被你一把扯矮了。欲窮千里目不是近處，是往上走之前的一口氣。你把它按在山頭，路便沒了。林兄眼力不俗，只是趙某不明白，既看得這般透，為何不肯落成一句？無名舊句，不知手作何人？今日我補一句，明日有人拿舊稿來問，我該如何自證？確有道理，無主殘篇，貿然署名容易生事。趙公子，林公子不肯妄續無主殘篇，未必是妾。沈姑娘說的是在下急切了。縣城詩會將近，題目公開，見證齊全。林兄若有興致，不妨再讓雲州諸生開演。趙承安，你還沒完。林兄有才，自該見於大場。公子，詩會勝他未必容易，可查他的詩從何處來，未必難。那便查。慢。諸位既還在議論，何必急着遮？殘詩數月前便有，提過的人不少。若聽過舊本，自然不好當眾認。林兄既能斷人高下，何不也讓諸位看看何為真正收束？趙兄是想聽一句詩，還是想聽一句供詞？林兄多慮，今日春宴只論文采。殘詩無主，強人署名，有失文會本意。今日若論，只論詩意，不論歸屬。沈姑娘說的正是，不署名也可，只論一句。諸位聽清了，此句若成，只算我今日補句。壁上舊墨何人手作，我不爭，也不敢爭。若有人來日傳說，也請記準，我只補氣脈，不爭舊墨。更上一層樓。原來如此，第三句真不是少，是起。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這句竟真接上了，也就勉強配得上。好句，林兄才思敏捷，趙某佩服。林公子補得這般渾然，莫非早有全篇？今日我只補一句，不認一篇。
諸位若記，也請如此記。旧墨歸屬仍舊未定，今日諸位所見是卜具之才，不是争旧墨之名。你明明会，方才偏憋着不说，是不是故意吊人胃口？二小姐高看我了，我只是怕麻煩。越不认，越有文章。如何？公子诗才压他难。那便不压诗才。查来处，永柳原稿。查残诗最早传抄之人。查入城前后行踪。查去查。是。林公子近日诗名正盛，外头有些闲言碎语。公子若心中坦荡，何不当场再作一首，以堵悠悠众口？补一句未必有全篇，永柳来的蹊跷，不认全篇便是心虚。是啊。诸位说我偷诗，至少先说清我偷的是谁。这不过是众人疑心。哪一日？林公子何必咄咄逼人？哪一处？哪一人？哪一卷稿？若只凭一句像是见过，云州城里人人都能审诗了。今日我做一首，明日诸位再说来处不明，我是不是还要做第二首？读书人相互切磋，何必把话说得这般难听？切磋要题目，质疑要证据，两样都没有，便不是文慧，是赶集。諸位若真替文坛擔憂，不妨先憂一憂，誰在拿文壇當棍子？聽說那首《詠柳》是從外地抄來的。是啊，聽說如此。偷詩賊，偷詩罪，偷了好詩不敢認。太整齊，不像閒話。林公子，詩才是一回事，詩名又是另一回事。比如我不爭舊墨，會被說成不敢認。你既然知道，便更該小心。望春樓卜詩當日的指尖，在場名次沈府賬簿已封存。多謝沈姑娘。縣城詩會若去，記得當場落墨，留底留見證。別人遞來的筆墨紙案，能不用便不用。林公子，詩好是一層，能守住詩名又是一層。你走這麼快做什麼？拿着，不是給你的，是怕你凍壞了。縣城詩會沒人給我看熱場。二小姐是盼我露餡，還是盼我別露餡？別輸太快。那我盡量多撐幾輪。誰跟你說笑了？趙承安不是輸得起的人，還有那個錢師爺，眼神像算盤珠子，不是什麼好東西。題目乾淨，便去。哼，你這人越窮越愛講究。府城人最愛靈習名題，你現在若答不上，去了也是丟人。就庭前這株柳，別用你那首詠柳。雨洗石階清入骨，風拂斜柳不勝衣。勉強能聽。能過二小姐這一關，林某安心不少。誰給你過關了？府城那些人可不會像我這般好說話。駕到！正廳來了送帖的人，走。聞雲州新才林彥洲近日詩聲益盛，府城諸公願於文宴之上共賞新作，親見落墨。林公子才名雖盛，可流言未息。若沈家帶他赴府城，席間生變，沈家也脫不開干係。府城文宴不比沈府小會，那裡問的未必只是詩。趙承安不會等他到了府城再動手，請帖寄到，風聲必然已經先到。人家都期到門前了，沈家若先怕了，豈不是替那些流言作證？明珠，不可意氣。不去，流言會說我心虛。趙家在暗處編故事，編到最後，假的也能長出影子。去，府城名士會逼問來歷，趙家也許早有後手。可文宴上有更高規格的見證，能把暗處的質疑逼到明處。他們想讓我在眾人面前露怯，我若躲了，便是替他們省力。既然都要見證，那便去最大的地方見證。赴宴可以，但紙筆草稿見證一樣都不能疏忽。你若去了府城還丟臉，我可不替你說話。
不過誰敢胡亂潑髒水，我也不會讓他好過。既然府城要看我當場落寞，那便讓他們看。府城诸公見過的才子不少，林彦州若真去了，倒要看看他憑什麼站得住。敢不敢，不由他自己说。若他又写出好诗呢？那便問他：何處先寫？何人先見？何稿可證？人可以晚到，风声要先到府城。路上別出岔子。匣子不急着開，府城那些人最愛自己猜。望春樓那半首，聽說早有全篇在外頭傳。寒門少年驟得絕句，師承又查不明，未免巧了些。望春楼那日的见證和捕食纸页都在这裡，随车不是人，不到該拿出來的時候，誰也不許動。去府城赴宴，不是去踏青。府城文宴規矩嚴，有人遞紙筆，不要接；有人問就坐，不要急着拿。落墨必須有主事、旁證、抄錄人同時在場。草稿不可棄，廢紙不可離手。落筆前驗紙，落筆後請封存。聽着倒像那麼回事，真到了席上被人盯着，可別等。怕倒是怕，只是怕他們準備的不夠好，白跑一趟。少逞強。林彦州无师承，却能一夜扬名。听說那殘詩早有全品，只是縣城沒人敢說。正因為沒見過，才容易先信故事。街邊爭贏了沒用，席上有人記下才有用。他今日怎麼不像從前那樣亂咬人了？會借刀的人不必自己先伸手。林公子，今日若有就座，也可先登記。今日赴宴，只帶人來，不帶就座。倒是謹慎。林兄今日來得着的正好，府城諸公等你很久了。凡落墨者，需登記名姓、籍貫、師承。詩稿由本人書寫，旁證潼關，抄煞入冊，主事封存。雲州新才林彦州既已到齊，今日正好親見落墨。既然諸公要看，慢。名冊。師承。吾正是師門。吴師承，舊稿來處。無舊稿。吾師門無舊稿，卻一出手便捕望春樓殘句，天底下還有這等便宜才名？我今日當眾落墨，不帶舊稿，自備筆囊封扣未破，可當眾驗看。落墨之後，原稿封存，抄商你入冊。既然集席驗才，題目也該集席。今日文宴設在臨水名園，不如便以登樓臨水為題，五言絕句，集席成釵。林兄既有捕殘句之才，區登樓落水，應當不難吧？題可出，規矩也可立，但是未落墨之前，先以偷舊論失了文會體面。所以今日便請林兄用詩說話。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啊！他寫的不是水榭，是登高望天下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四句之中，氣效層層拔高，好一個更上一層樓。好詩，這等氣魄，豈是水仙小景能困住的？趙公子方才說區四句不難，確實不難，是吧？
只是好事更要問來處。若无旁證，我也不敢壞文慧雅興。今日入席前，後常曾收一支蜂蠟木匣，匣中或有舊稿，正與林兄此詩有關。小人钱和替赵家整理旧卷，此匣今日未開宴前送入后场，由文會管事验封收存，小人不敢妄斷，只請諸公一驗。來源何處？聽雨樓舊殘稿一冊，後經舊館傳抄。匣中殘頁入趙家之前已有2見證，牽涉望春樓捕具風波，不敢私藏。此匣卻在林公子落寞前收存，蜂蠟未破。前2句一字不差。林公子，你方才写得如此順手，原來不是胸有成竹。后2句自然精妙，可若前2句本非你所作，补得再好，也不能冒作全诗。一张破纸，誰知道哪裡來的？小人不敢說鐵證，紙墨折痕、傳抄見證，皆可由文會慢慢核驗。既有舊稿在前，此人不該再坐席。知好不能不認，來處有疑也不能不查。顧老先生公允。今日若當場定罪，太急；若一味稱才，也不服众。3題。林彦州若過不了，今日逐出文宴，望日樓捕詩於此篇新作亦被列移。若他過了，今日新稿入文會朱印封存，舊殘稿也需公開驗源，紙墨封傳抄見證，一項不許少。晚輩無異議。 3題，我接。瘋子。 此題由眼前風物而生，總不能又說舊稿裡早有吧？第1題，取眼前孤意，不得拖延。知。紅绡入水作孤帆，一夜穿燈過畫欄。滿座喧聲留不住，中流獨飲向人寒。 此非死輩，紅绡方入，喧聲留不住，寫的不是粥，是人。不是說現場題最公道嗎？現在怎麼沒人吭聲了？第1題算過。風過殘荷。顧老先生，小人有一句話：剛才匣中舊頁未進取，夾頁裡也有殘荷、照水數語，未必後意，是否當眾一驗？若無相似，自能靈驗光子清白。 風入殘荷，燈照水，一痕明。一題相似是巧，2題皆似，便不是巧了吧？舊稿未驗源，便只能列疑，不能定罪。若每出一題，钱師爺都能從匣中取出恰好相似的舊頁，疑的未必是林公子，或許正是這匣舊稿。他做得出，你們說他背；他做不出，你們說他假。今日不是驗才，是定罪。第3題換個法子，第3題無題，不給景，不獻物。 但不得借舊稿具演。既然不得借舊稿具演，請主事先將匣中已出現的具演當眾唱明，免得我寫完以後多出一篇舊紙。逐一念出：燈朝水、寒江、明月、月焰影晚波、舊亭。若事後再添，不得反押今日第3題。微台舉目皆朝空，萬里山河入報中。莫道塵雲能蔽日，身登絕頂自從從。 莫道塵雲能蔽日，身登絕頂自從容。這回你們再翻舊紙啊！取朱印，舊殘稿公開驗源，紙墨折痕、封條、傳抄見證，一項不得少。 顧老先生，太傅府有帖。府城文宴能定一时喧哗，定不了天下失明。3日後，太傅雅集，帶上今日朱印新稿。舊殘稿最早流出處，未必在趙家。其中一處蜂蠟，朱砂成色與紙號，倒像神府內庫舊物。不可能！
若真是內庫所出，這事就大了。朱砂偏暗，蠟層老，你們现用的印邊角完整，紋路對不上。3年前冬，神府廢過一枚內庫舊印，缺角在右下。缺稿對得上，但正經內庫不用廢印，有人想讓它看起來像神府的東西。這批紙號是2年前入庫，可封蠟成色像3年前廢印還未收繳前的蠟，紙與蠟年份錯了。取廢印移交冊，殘料清點冊，各院帶領簽押。二小姐院中的人卻曾帶領過一批文房殘料。我的人領些紙蠟也能成罪？單獨不能，可若有人把廢印、殘屍、舊蠟放到一起，就能。查春桃屋中。钱师爷不是在造一件假证，他是在把假证拼成一条路。林公子，此事牽涉內宅，我若必就是默認這印與他有關。春桃晚膳後還在，方才說去取熱水，人便沒回來。找。明珠，外院流言要壓住，內院也要看住，能接觸文房舊物的人一個不能漏。等證據齊了，外頭早把他罵成賊了。清淵姑娘盯賬冊，明珠姑娘壓流言，看住能接觸舊物的人，2件事別混。你倒安排得明白。2日多，不明白就來不及了。所有院門落鎖，今晚誰出府，先來見我。春桃，誰把東西放進你房裡的？是二小姐吩咐奴婢藏的。你再說一遍。2年前秋末，小姐讓奴婢去領廢紙殘蠟，那枚缺角廢印也是小姐讓奴婢藏在針線樓夾層裡。奴婢本想逃，可良心不安，這是奴婢早寫好的供狀。人證物證俱在，沈家還要護到什麼時候？你說早已寫好，可墨還沒乾透，折痕處沒有舊紙滲墨，它不是早寫的，是今晚寫的。再看這裡，若舊印常年壓在夾層，灰塵會有壓痕，可油紙包外灰薄，四角乾淨，像剛塞進去。封蠟碎屑也不對，真正久藏，碎屑該落在折縫和角裡，現在浮在最上面。你說從未打開油紙，哪來這些細節？不懂墨卻背墨跡，不懂印卻背廢印。春桃，是誰教你背的？一個丫鬟怕主家亂了分寸，也是有的。證人亂了分寸，趙公子倒一點不亂。切！林公子剛問完，他便死了。毒發太快，不是臨時尋死，方才還能被供。毒是回宮前就進了身。人命案不宜由神府私斷，林公子若清白，自去堂上說清便是。春桃剛死，你就來替神府安排退路？林彦州何在？有人告林彦州逼死证人，人命案需带回县衙問話。若不給，便是县衙不許當眾驗物。他若今日被冤，我第一個不認這神府的斷案。春桃才斷氣，你們的狀紙何時寫的？縣衙結狀拿人，輪不到你問。一炷香，當眾驗屍、查毒、查後窗腳印。若證據仍指向我，我自己帶鎖。林公子倒會拖時辰。趙公子若怕拖，不如替我點香，燒完之前誰也走不了。好，一炷香。若你耍花樣，縣衙的鎖不會再等。是。找個婆子撥開他髮髻，所有人看清楚，我不沾他。血點已凝，不是方才摔出的傷。他若被我逼得當場尋死，毒從何來？針孔又從何來？法簪。不是他。夜裡來往人多，未必相干。命案現場的腳印，你說未必相干，那請差爺寫進案卷。縣衙見腳印而不錄，神府願作見證，此處痕跡不可抹。既然說是毒殺，那便搜毒。林彦州，
舒撓筆匣遺秀，一樣不許漏。舒撓方才一直放在偏案上，中間多少人经過？现在搜，算谁的？你搜得太准了，书卷3册，旧帖2卷，笔匣1支，你都不碰，只取夹层。蠟色偏黄，不是林公子常用松烟蠟，丝绳解法也不对。他书册素来打双扣，這個是關節。沉水香、瑞勞、麝尾蘭，尋常香囊不會這樣配。趙承安，你香囊裡就是這個味道。趙公子身份不同，需另行請示。原來命案也分身份。太傅雅集提前，尸身暂封神府，供状旧印封蜡毒匣一并封存。林彦州代案赴会，在太傅府座前听朕。代案赴会？林公子不是要自證嗎？太傅府前，滿城文士皆可作證。他們要審命案，他們要的不是堂審，是讓全城看着我死。今日雅集提前，不先論屍，先論案。一個連命案都說不清的人，識才越高，越像道明其事。林彦州，你先解釋春桃之死，再談屍才。既是聽眾，便要先有證。若只聽流言，不如在府門外定罪。你還敢與太傅府講規矩？正因是太傅府，規矩才不能比縣衙輕。政務當眾唱名，2次驗封，見證人落名，封田是否完整，誰人接收，寫清楚。不是教太傅做事，是免得日後有人說太傅府聽了半樁案。開箱。春桃供狀1份，缺角廢印1枚，蜂蠟殘片3塊，毒針銅娘1支。銅匣殘香、沉水香、瑞勞、麝尾蘭，不是寒門書囊裡的味道。神府可封，寒門可鎖，趙公子的香囊為何不可驗？香氣相近，便能定罪。府城貴公子誰不用沉水香？香氣不能定罪，卻足以入證。趙公子也該避嫌。你把半個神府攪進命案，如今還想把趙家拖進去？夠了，林念州，你既稱有屍才，又稱此案有冤，便當堂自證。以冤血屍3字成篇，詩中需說清案情。若不能成篇，即刻交府衙收押。舊稿可偷，即席案詩可偷不得。今日我不以屍遮罪，以屍照案。雪壓孤軸不掩痕，冤隨冷戰入書門。師承未敢遮刀影，沒落偏能照蠟昏。匣帶異香非客物，結贖封心問厲魂。滿堂若聽人間案，莫把羅網作天恩。蜂蠟太合用，絲繩關節太熟。布置此局的人，懂文房封間，也懂冠冕流程。有人在逼太傅府替他定我的罪。此語也請記入聽證。太傅令到，林彦州既有詩名，便當場作一首從未聽聞的新詩。舊稿不用，殘句不用，傳聞中已出現之句不用。為防預作，由趙承安先押韻定格。林公子，這一次你可要想清楚再開口。第一韻，閒。既是案詩，春桃之死，銅匣異香，蜂蠟關節，舊稿疑雲，至少入其3，且不得直呼冤。趙承安，你押這個韻是求明白，還是怕他太明白？我只是替滿堂諸公求一個明白。此題已非詩題，是刑題。趙公子押的不是韻，是命。林公子，香快進了。趙公子押的是韻，諸位加的是鎖。可惜詩若有骨，鎖也鎖不住。針痕一點透春山，匣底餘香入舊寒。蠟心偏作今年色，結贖誰教力手閒？殘邊欲把清明鎖，滿座隨巧舌纏。若問孤舟何處雪，寒燈照案自由金。再念一遍，取紙來。此詩不止押韻，是把案卷押進屍骨裡了。老夫要抄。趙公子，這一韻押得好，倒替他押出一首好詩。詩是好詩，可好詩未必就是他的詩。堂外錢師爺求見，稱有舊稿新證。他還敢來？家祖曾為府學老儒，林公子方才所言，
家族舊稿中早已有之。集席作詩也能撞上舊稿，林公子，你这诗才未免巧得吓人。继承家藏旧稿，不必看册子也能背。第3句，蜡心偏作金年色。蜡心，旧稿旁有朱点，原作蜡，后改蜡。我写的是蜂蜡之蜡，腊月之蜡，何来金年色？除非隋朝的人不懂案情，只照音改字。更巧的是，你没看册子，却知道朱点在第3句第2次边。入堂至今，你抱卷跪地，卷口朝外，未翻半页，滿堂诸公都看着。他說不會有事，說林彥州必死，原稿在趙家書房。瘋話！此人受獎胡言，也配侮我趙家？既然不可採，那便開趙家書房一驗便知。你若堅持，明日入趙府取證；若無實證，便坐實誣陷士卒、剽竊欺名、擾亂雅集3罪。彥州，慎重，這一步可能正是他們要你走的。我替他作保。沈二姑娘的保不夠抵3罪。林公子，趙家書房門楣不低，你若敢進，就要想好怎么出来。趙公子，明日可敢開書房？只要太傅府見證，趙家無不可見之物。明日，他連地磚都能換一遍。我現在帶人堵趙府後門，趙承安答應得太快，明日你看到的未必是真書房。所以不能等明日。那怎麼辦？我要看的不是趙家藏了什麼，是他們今晚會搬什麼。誰最急，誰就會動；誰動，誰就留下痕跡。抓不抓？不抓，抓了他们就说搬書房抄。他带走的不是原稿，是把新稿变舊稿的手。暗格開過。明日趙府開門你不敢等，偏要今夜翻牆，是怕明日搜不出東西。誰敢鎖他？搜。既說他偷稿，那便當場驗稿。紙面黃，折縫白，外頭燻過，裡面沒吃色。墨還浮着，朱印卻壓在墨上。藏書印若真在多年之前，墨字該必印。蟲孔穿紙邊不穿墨字，蟲吃紙還會繞着字走。二姑娘，錢師爺跑了，後河碼頭他把賬冊燒了。追！夠了，這些夠咬死趙家。你認得？林兄好手段，夜闖趙府偷稿不成，又燒出一張賬頁來。林彥州為求脫身，連殘頁都能偽造，沈家何必跟他同塵？趙公子若直審我夜探趙府，我認。但錢師爺為何攜賬冊出趙府，深夜在後河焚燒？後河碼頭取證，太傅府外派見證，沈府家丁、船夫、府衙差役皆在，封印未破。紙邊膠卷方向與火盆餘灰一致，膠層裡有後河濕泥灰、蘆葦灰。若是我提前栽贓，何必從火裡搶？又何必請州監使、船夫、差役一同封灰？你夜闖趙府，本就心懷不軌，那是另一樁。現在問的是，
前師爺為何深夜攜賬錯李府，又為何當眾焚燒？前師爺記賬，日期居左，物料居中，銀數另列，與趙府采書單行庫相同。這裡有舊裝定孔，不是單頁臨時造，墨色滲進紙裡，非今夜新寫。3月初7黃麻紙對應舊稿紙面熏舊，3月11朱砂印泥對應朱印壓墨，3月15冷炭白紙容貌與趙公子香囊春桃案铜匣殘香同源，3月17蜂蠟對應趙府暗格蜂蠟屑。趙公子說我今晚偽造殘頁，那請問我如何在今晚偽造3月的採購？又如何提前知道趙府暗格裡有蜂蠟屑？如何提前知道趙府印泥香料與春桃案銅匣同源？趙公子不是最请人作證嗎？到了钱师爷这裡，人倒只会跑了。趙府确有毁证重大疑点，林彦州与沈氏二女暂不得以同謀論處。林兄贏了半局，這印，他不是府城上號印，也不是趙家私印，京中有些門下外庫，采買不走明賬。此事不能在堂上再往下說，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。林兄，方才你贏了半局，可你若還要查，便不是查趙家了，你是在承認趙家後面還有人。沈家擔得起嗎？你們退下，立刻退下！我不退。京中急帖，点名林彦州林公子。选材验帖，残页止于此處。沈氏春贡诗集暂緩印经，沈家女眷声明還需珍重，赴宴則尚有轉圜。這是危險。京中給的是路，林兄，殘頁再查下去，便不是趙家的賬了。你真要沈家陪你賭京中貴人的臉面？若林兄真為沈家好，就該承認師作源流有疑，退出雅集。你赴京，沈家尚有轉機，你硬查，沈氏春貢詩集暫緩入京，便只是第一步。用沈家女眷明明逼人收手，也叫惜才。趙公子這張嘴，真該供在趙府祠堂，能替祖宗把黑說白。既然赴京，便留下文書，說明詩作源流待查，暫退雅集。取紙筆。你真要寫？朱帖催人向帝京，半挾殘灰照夜明。長街未必無風雨，寸筆何曾為姓名？莫道高門能鎖骨，且看清月不滴鹽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？林兄，文書不是詩，辭行可以，認罪不行。這幾行字不宜留在堂上。沈氏女眷既設施政，又有夜探趙府之事，為全名節，須留沈家一女於太府別院做禮教擔保。說得好聽，不就是扣人做質？清源，若只留一人，能換沈家平安。我留下。姐姐，她要赴京，要帶殘頁。沈家若在後面被人拿住，他還未到京城，路就斷了。你這是護他，還是讓他們贏？我不同意。此令不是與你商量。我赴京不是拿沈家女眷換一條路。若京中要擔保我的詩名、行蹤、詩稿，不可拿女子聲名作押，此乃禮法。我的詩名、行蹤、詩稿都可以押，拿女子聲名作押，我不認。太傅雅集為證，府城文史為證，以詩行作保，不以女眷作押。林彦州，你那些詩究竟從何而來？太傅明鉴，若詩源不清，所謂詩事作保，不過笑話。第一問，問詩心。你詩中有悲有怒，又不肯折腰，悲從何來？怒從何來？你寫不肯折腰，是讀過典，還是當真折過腰？折過。
只是沒讓人看見。第二問，問來歷。此前未入府城，未超元會，未事於門生，尚有2句殘詩，你若能續，老夫便再問你一次，從何而來？客後燈將盡，寒江雁不回。不續是心虛，續了更可疑。太傅這一問，真狠。文明之路本就沒有白走的。夢中有案，醒後更無歸。此句未出我袖，你如何梦到？若我說夢中得句，太傅信嗎？老夫信不信不重要，金荣信不信才要命。未来之句他也能续得合缝，這不是才，是密解之緣。赵公子，老夫問诗心，不問林場，不得用典，不借古人，不寫山河，只寫你自己，寫一个無根之人。若寫不出，實詩作保，便不必再提。若我寫完，太傅便信我？不，老夫只看你有沒有資格被疑。來處不可問，醒時已異鄉，半生無舊譜，一夢到秋霜。世人爭問句，誰肯問孤行？若以詩名先壓我胸膛。可疑仍可疑，但才藝是真才，空心之人寫不出此等孤絕。他的詩名，老夫今日3問，滿堂文日皆正，虛浮之名壓不得，真才之名壓得。若他逃，毀的是天下讀書人今日所見。人可不壓，但經不可不負。你以為老夫今日是在難為你？難道不是？老夫要看你有沒有資格活着進京。京中要的不是一名才子，是借你的詩名辦一場給天下讀書人看的局。若我不去，沈家女眷今日不壓，明日也會換一種法子被壓。殘葉會說話，詩名也會殺人。那就讓他們在京中等我。戲景賀文，京中掌選才驗那一系的印記，先捧你，替你揚名傳詩鋪路，等天下讀書人都看着你，再拿詩稿源流問你，拿舊案疑雲鎖你，拿舉薦名額壓你，最後給你一個門客身份。到那時，你是才子，還是他們案前一支筆？記住，京中真正危險的不是殺你，是用你的詩名困住你。太傅今日開了口，我知道，車壞了，路滑了，香籠亂了，哪一件像殺人？最好讓外人都知道，是林彥州強帶沈家女眷赴京，才害沈家出事。我要他背着沈家的謝名進京。林彥州，辰时隨帖啟程任京，詩稿、殘頁、瓷壺、集帖、素笺一併押送，可有異議？我去，但沈清氣、沈明珠也隨我至前一宴。胡鬧！女眷豈可拋頭露面？昨夜京帖要扣人時，他們便不是女眷了。今日我要他們清白見證，他們又成了女眷。若怕串哄，更該公開隨行至前一宴。人證、物證、名冊、香籠，全在你眼皮底下。林公子好手段，帶沈家女子同行，旁人只會說你借女眷護身。趙公子昨夜不是最愛提規矩，今日怎麼怕人見證了？前一宴核驗赴京人員不假，但隨行女眷公開見證合規。沈清官、沈明珠隨行至前一宴，不得擅離，不得私見政務，不得擾議程。风您能看到，人却會換，別只看相。這個車夫不是沈家的，下午換的。老劉趕車左肩低，這人右手虎口有魔劍，像長握刀。辰時出城走青石坡，過急彎時車身一震，軸斷輪脫，車翻。我現在就去抓人，若抓錯了，真正等在路上的人就散了。
車照旧处。你疯了！人不照就坐，香也不照就放。明日辰时，坏车在前，空着放嫁人。你们坐后车，换护卫衣裳。那青石坡呢？找沈家熟悉山路的人，藏在坡下和湾口，誰等着看车翻，誰就会先露头。我去安排神府旧仆，名单不经阻扰。那个假车夫，我盯。让他以为没人发现。行。人呢？风泥还在，重量不对。女眷呢？主子说一个不能少。武安吩咐赶的车，昨夜那车轴。闭嘴！找我，还是找这个？你们等坠崖，我等你们开口。口供要快，一程不能停太久。谁派你来的？山匪劫财。山匪会知道正午香风泥，会知道沈家女眷坐哪辆车。赵府常用的鞭法。街头口令。青石石和影敌。回令。西院灯灭，旧车先行。赵府西院。林公子这是做什么？路上遇匪，不去报官，反来惊擾驿城。赵府用香的人多，凭一只囊袋，未免可笑。口令、车轴、香囊，单看都轻，合在一處就不輕了。钱師爺在外管事，若有人借趙府名號作惡，我也會查。查？你先查查自己的臉，白得比供紙還快。這車軸怎麼斷的？我怎知？你不知？自然不知。那車軸不過是鐵箍鬆了半圈，怎能說是趙家做的？我還沒說鐵箍鬆了半圈。你剛才那句話比殺手供詞還乾淨。錢師爺能認買兇，認換軸，認藏香囊，可他認不出你為何知道車軸細節。趙承安，隨我們回府城，殺手、人證、物證都在。公子，錢師爺留書畏罪，公認是他私下雇人劫證。錢師爺原是我府中管事，他暗中害人，我也是被蒙蔽。來得太快，像早備好的退路。趙承安已錄入京中選才宴隨行才子名次，人可入京審，不可在路上扣。若他半路再殺人呢？那便請林公子護好政務，也護好自己。就這麼讓他走？你剛才碰了他的袖口，你放了什麼？半夜假賬冊，真證據不能這麼送。那半夜只夠嚇人，不夠定罪。若他心裡有鬼，今晚就會去見能保他的人。侯爺，
林彦州手里像是有账册。重要的是，他的诗名不能落在別人手裡。明日京前议宴，他寫一篇清平賦，寫得越好，天下人越信侯府無愧清平。林彦州那人不肯低头，所以要讓他知道，笔在他手里，纸却未必由他说了算。你怕账册，我怕的却不是账册。侯爷怕什么？怕一支不肯入鞘的笔。窗外风重吗？林彦州，你还真敢跟到这里。赵公子归得太急，我怕錯過好戏。京铁偏院，擅闖者按冲撞随行名册處置。搜他。趙承安，你只会跪挽主子在欺负人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白天你把假账册塞进他袖子，我就跟着了。你又不瞎，我也不瞎。别动！别动！放開他！你要的是賬冊，不是沈家。現在我兩個都要。一個寒門才子寫過幾首詩，就以為能在京前議宴翻天？趙公子摸得準？我早就什麼？題目早就給過該拿的人，選才宴從來不是給你這種人翻身的。這一次，我定要讓他知道我的厲害。承安，夠了，他在套你的話。侯爺，我退下。放人。太傅府门生临行前交代，若有人在驛中為難，可持此牌。沈大姑娘來得倒快。太傅作保的女眷，若在前一偏院失了名聲，明日選才宴第一樁笑話便不是林彦州。沈姑娘懂規矩，懂一點，所以知道侯府也不能把規矩當刀，想砍誰便砍誰。歸城不是刀，是門，門不開，車隊便永遠在門外。沈家車隊入京，要名冊，要錄引，要護送，要驗帖，哪一處錯了都能停。停1天是核驗，停3天是複查，停10練也不過是慎重。明日京前議宴，你做清平賦，寫得越好，天下人越信侯府無愧清平。林彦州，明日可別寫錯了，侯爺給你的路，不是誰都有命走。趙公子還是先想想，明日若有人問起題目早定，你該怎麼跪？有趣。林彦州，詩名是你的，可明日他要先幸懷懷。林公子昨夜已得題，今日總不會說無從下筆吧？趙公子對提前得題倒是熟門熟路。林彦州，你若照題而作，懷遠侯府保你入京無憂，前程無憂。可若你寫錯一字，沈家車隊的錄印名冊商錄便未必還無憂。夫清平者，風不經柳也有歸農，倉離書豐年之數，燈火照萬戶之安。等等，他的筆還沒收。春愁不荒，老幼不驚。官倉有樹，民灶有煙。此所謂清平，
非王侯獨享，非朱門私藏。然清平非無聲也。若舊賬封塵灯下不許人看，若血痕覆雪春風便稱太平，此非清平，乃以锦繡账目以文章示臣。林彦州，拿下他的稿。没了稿，看你还怎么？夫清平者，风不经流，也有归农。苍鹭书丰年之术。你敢借太傅府压我？不敢，太傅未至，也无人替我说话。他们只是读书人，听见好句，想抄一抄罢了。侯爷毁得了一张纸，毁不了已经听見的字。好一篇《清平赋》，诗文可以傳，賬本也可以傳。賬本。侯爷，人带到了。他不是走了后河西水道？退场而已，誰說他出局了？沈家車隊3次繞行邊外，銀貨不入關側，人證物證俱在，沈家通敵之嫌已可平報。林建州，失明你可以不要，沈家的命你也不要。死到临头还笑。钱师爷，你手里那册子可有侯府私印？钱师爷，你昨夜在西院抄的就是这本。我夜探赵府时换走的原件，封皮折痕处侯府私印，印泥渗进指纹。永和12年秋，军资鐵器3000斤，入侯府西院司庫，未入兵部冊。次年春，同批鐵器出邊，一馬100匹，銀貨不入關賬。禀侯爺，沈家商路3年內從未走過河西水道，錢師爺所念路線是侯府軍資運送的舊道。假賬，這是侯府在偽造沈家通敵罪證。太傅有令，邊關走私案查至侯府軍資賬目，林彥州所持賬冊對得上。此案已入刑部，今夜議驗，到此為止。林兄，我不是主使，都是侯爺，都是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帅爷，要不要派人跟着？不急，他跑不掉。实名越大，将来越好用。找到了，止吐的，够你喝半個月。再等一刻。茅檐低小溪自斜。你上回煮的那個茶是樹葉子吧？那是明乾龍井。樹葉子就是樹葉子。姐，你歇着，我來。2個月了。你現在是2個人了，不許再端那口大鍋。等孩子會說話了，管這叫什麼？
叫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林公子，太傅让我先走，说万一信到不了，总得有人把话带到。你从北边来，走了47天。太傅的话心里都有了，还有别的吗？路上碰到一个人，他知道我要来找你，他让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事冠天下非你一人，